Hello， 各位执政官，大家好，我是大河，《万国觉醒》的制作人，很高兴今天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除了我和大家一起庆祝《万国觉醒》的生日之外，我将会介绍接下来1年的重磅更新计划，也希望大家能看到最后。在发布重大更新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些特别的内容。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在全球拥有了1.4亿名玩家，是名副其实的第一文明策略手游。在过去的几年里，各位执政官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的对游戏的热爱，我感受到了大家满满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的喜欢。更让我惊喜的是，《万国觉醒》也在悄悄地改变着执政官们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We're always together in game, sitting always side by side and. But yeah, it was really an event. It was something really to live for. 没有这个游戏，我们俩也不会认识。我觉得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このボールとボールがぶつかり合う、舞台と舞台が戦い合うところっていうのが、この野球でいう自分のチームと相手チームが戦うところで、そこが一番ドキドキするので、そこが似ている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Beni dinlediğiniz için teşekkür ederim.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也收到了大家非常多的反馈和意见，这也让我们发现了许许多多的值得改进的地方。回顾游戏的历史，我们从1个征服赛季剧本发展到了7个，从最初的8个文明、30多名统帅，到现在的14个文明和80多位统帅，以及后来我们也尝试了埃及的联赛。我们一共经历了72个版本，上千次项目的更新。这背后有非常多的优化，是受到了各位执政官的建议和启发。尽管我们在开发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不过我们开发团队一定会努力的让玩家体验到更顺畅、更有趣的游戏内容。下面我们来聊聊今年的周年庆典。本次版本更新策划了10大主题活动和非常重磅的奖励，时间是从9月19日持续到10月3日。其中不仅包括玩家期待的城市皮肤等兑换活动，同时还有大漠密宗、万国集市、青野奇遇等有趣的庆典活动。我们还准备了非常丰厚的周年福利，比如最新的统帅汉武帝刘策，以及全新的城市主题。大家积极参与到周年庆的主题活动，就有机会免费的获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此外，我们将开启全球的玩家共创计划。在这里，我邀请每一位执政官都参与到头像框设计的活动中来。以上就是周年庆活动的部分内容。为了庆祝周年庆的到来，我们也特别为大家准备了福利礼包，就是视频中打出来的礼包码，大家快去领取吧。除了丰富的活动和周年庆之外，接下来万国觉醒将发生哪些重要的变化呢？下面就有请相关负责的同学来给大家介绍。大家好，接下来呢，由我们为大家介绍《万国觉醒》未来的一些计划。未来呢，我们主要有2大方面的重要新规划，其一就是持续的推出新内容，再一个就是全面的升级体验。KVK 一直是我们的开发重点之一，我们会保持推出新剧本和新内容，比如呢，最近开放的剧本《神机妙策》。我们使用了全新的地图方式，以及小阵营的组队模式。同时呢，我们也非常关注玩家对这些新内容的反馈。而在接下来开发的剧本中呢，失落之地将会有发展期和战争期的交替，每隔一定周期都会为玩家呈现不同的内容体验。执政官们需要适时的选择个人战略，顺势而为。另外呢，在这个剧本中，联盟技能也将会被扩展。我们加入了一些策略性更强的技能，如何合理的使用它们，将依赖于执政官们的战略和战术才华。其次，我们还在酝酿更多的新剧本，包括的内容有非对称的阵营对抗、更有历史代入感的剧本、新的围城战体验，以及新的联盟建筑等。这些新内容呢，已经在我们早期的设计和预演之中了。最后，针对大家满意度特别高的老剧本，我们也有计划逐步进行2.0版本的迭代。比如《英雄赞歌》这个剧本，我们正在优化迷雾探索等体验，
应该近期就可以和玩家们见面了。7月，游戏新增了希腊文明，我们收获到了玩家们大量的反馈以及对未来新文明的建议。比如，其中很多玩家就提到了波斯文明、玛雅文明以及高棉文明等。在这里我可以和大家透露一点，我们的第15个文明已经完成了前期调研，并且最终确定，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制作当中。最快呢将在2024年与大家见面。那么通过这些剪影，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得到呢？在过去的几年里呢，我们收到了来自不同地区的执政官的意见反馈，我们非常的重视这些反馈，他们能更好的帮助我们让万国觉醒在未来走得更长久。为了提升游戏体验呢，未来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体验改进计划。万国觉醒将进行全面的美术升级，第一步呢，就是大地图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让地图效果更好，我们反复推翻重置了多个方案后，最终选择了开发成本最高的重置方案，全面提升大地图的画面效果。到时候，山川地形将变成真实的3D 效果，会变得更加精细，植被呢也会更加的丰富，场景里面的河流、水面、光照反射也将得到全面提升。UI 视觉与交互也会得到动态层面的优化，到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最终的效果。这次全面提升也包含埃及之战的地图。为了避免因重置地图而导致玩家们游戏出现异常，我们会逐步替换现有的地图，最快在2023年第4季度，各位执政官就可能体验到我们最新的大地图效果了。后续我们会将美术升级覆盖到英雄以及 NPC 上面，最快2024年上半年开始陆续与各位玩家见面。第二步呢，就是玩法升级。随着万国觉醒已经进入了长线运营期，部分现有的玩法呢已经无法满足玩家们的需求。我们针对这些玩法开展了迭代的计划，比如布阵营袭、遗尘纷争、野蛮人要塞、怒海争锋，还有赛罗利的决战等活动。我们也将推出2.0的版本，来增加全新的内容。我们还在开发不少全新的玩法。比如我们正在开发中的峡谷联盟战这个玩法。峡谷联盟战呢是一个暂定名，它是一个以联盟为参与单位，以日落峡谷的攻防战斗为基础的联盟GVG活动。活动呢要求双方联盟成员互为攻防来决出胜负。除了峡谷联盟战以外呢，我们还会增加世界 BOSS、钓鱼玩法和融合了肉鸽元素的玩法等等，这些都有在今明2年的计划之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第3步呢是操作体验的升级，针对历来玩家吐槽比较多的操作痛点呢，我们也将进行专项的优化还有迭代。比如说，针对联盟审核的功能，我们会增加黑白名单的功能；针对头衔管理，我们会新增除盟主外其他的官员也可以进行头衔改动的功能；针对移民管理呢，我们会新增移民招募墙，来方便王国招募移民，同时简化招募流程，降低组织成本。针对战斗管理呢，我们会新增管理驻防以及建造部队的功能。我们未来将持续优化，以提升操作体验为主要目的，希望尽量减少部分玩家管理以及反复操作的压力。此外呢，我们将推出万国名人堂系统，用来表彰和传送在 KVK 赛季具有卓越表现的执政官们。名人堂入口将新增在王国的神庙中。每当 KVK 赛季结束后，获得传说征服者之证最多的前半数阵营王国将开启名人堂的选举活动，根据赛季贡献值的高低，授予部分阵营以及该阵营各王国1到3个不等入选名人堂的资格。同时呢，系统会自动计算出这些王国中当前赛季贡献值前20名的执政官成为名人堂的候选人。候选人呢可以发布名人宣言，同属王国战力前300名的执政官则可以投票支持其入选王国名人堂。限时投票结束后，票数最高的1到3名执政官即当选进入名人堂。
入选者的致辞宣言将永久展示在王国神庙之中的王国名人堂内，被所有同王国的执政官所传颂。入选名人堂呢，代表着至高无上的荣誉，是伟大的丰碑，也是对执政官最大的肯定。听了策划和美术同学刚才的介绍，真是非常期待认识一下入选名人堂的执政官们。大家是不是也感觉到今年万国觉醒将会有更多前所未有的大动作呢？接下来就由我带大家一起一探究竟吧。大家好，我是万国觉醒的运营策划范范。今年我们将举办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埃及赛事——全球冠军巅峰赛。我们将通过直邀的形式，邀请近2届奥西里斯联赛中全球6个亚地区排名第1的队伍，以及4支报名队伍，共计16支战队。参赛战队的队长可以进行跨王国组队，组建区别于奥西里斯联赛队伍成员的全新战队。通过混合的抽签分组，从11月开始，通过连续 BO1 的淘汰赛形式，最终角逐出2023年万国觉醒全球巅峰冠军。届时，广大执政官们可以通过游戏内的赛事直播和全球赛的专题网站，随时了解观看到关于全球赛的全部精彩比赛和最新的赛事相关信息。风沙已起，战角声明，与小伙伴们一起为荣耀而战。谁将于群雄之中脱颖而出，登顶全球第1，捧得冠军奖杯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除了精彩的全球赛事，我还要向大家介绍万国觉醒的另一项全新计划——万国志。万国志将以游戏为载体，开展一系列不局限于游戏内已有的文明和统帅活动，与全球历史文明文化联动合作，通过数字技术的手段以及游戏内丰富生动的专题活动，将那些瑰丽的历史文化呈现在各位执政官眼前。今年周年庆，我们将推出联动企划的第1回，与中国陕西历史博物馆进行特别联动。在活动中，我们将博物馆中的镇馆之宝错金杜虎符引入游戏，大家可以通过完成特殊任务就可以免费获得。错金杜虎符是迄今为止时代最早、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战汉时期虎符，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策略战争的产物，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我们深信，通过万国觉醒，玩家不仅能在娱乐游戏的同时领略到各个文明的历史知识，还能助力全球非遗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这无疑是一场有趣且富有魅力的奇妙之旅。让我们一起穿越时间和空间，去享受和领略全球历史文明的璀璨之光吧。游戏上线至今，万国觉醒已经是拥有1.4亿执政官的大家庭。我代表万国觉醒团队在这里衷心地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每年的周年庆都能充分感觉到执政官的热情和热爱，是你们让万国觉醒成为了全球第1的文明策略手游。相信开发团队也会带着全身心的投入和100%的努力，不断的优化和提升大家的体验，为万国觉醒注入更多的新鲜的游戏内容。最后，让我们一起祝万国觉醒生日快乐！感谢每一个不可或缺的你们，谢谢大家。